很快，陈宇飞演戏的全过程便发送到了行业群里，吃瓜群众早就迫不及待，视频刚收到，便纷纷立刻点击观看。视频中，陈宇飞的演技可谓登峰造极，没人看出半点演戏的成分。而在视频里，大家也能看得出，那尊铜佛看起来确实很像好东西。若是真拿到自己面前，搞不好自己也会上当受骗。而当大家看到陈宇飞竟然轻松识破对方的伎俩，心中也不禁对他钦佩有加。俗话说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陈宇飞在视频里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饶是造假分子把东西伪装得再好，也不可能骗得过真正的行家。就像陈宇飞只是上手看了看，便看出这东西是近代物件做旧，又搭配一个明代宣德年制底座，混淆视听，这也让许多从业人员对陈宇飞刮目相看。由于陈宇飞接手吉庆堂之后，吉庆堂业绩一直走下坡路，所以之前也一直有人觉得是陈宇飞个人能力不行。但这一次，大家深刻意识到，陈宇飞个人实力是足够的。业绩之所以下滑，很可能就是行业不景气，没遇到什么好东西，怪不得陈宇飞。一时间，群里对他的恭维之声彻底刷屏。陈宇飞心中得意极了，在他看来，今晚一过，他就将是整个古玩街最靓的仔。关于自己的传说一定会在不断传播中变得更加神乎其神，这对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帮助。这时，群里有人提议，陈经理，我短视频账号有1万多粉丝，你口头授权一下，我把这视频发到我的视频账号上去吧，说不定你还能火一把呢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对，传到短视频平台上去。现在关于鉴宝的短视频多火啊，陈经理这视频要是发出去，一准能红。好主意啊，让我也发发吧，我粉丝虽然不多，但也有个3000多人。陈宇飞一听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，心中暗想，莫非哥们儿还能靠这一条视频成为网红？难度应该很大吧。疑惑间，他又立刻对自己说道，这有啥难的？前几天有个萌妹子，因为说炮这个字说得很有气势，就连续霸榜好几天。我陈宇飞有勇有谋，慧眼识甲，这要是放网上去，说不定就成公认的鉴宝大师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对众人说道，我个人无所谓啊，大家要是想发就发吧，不过我可提醒大家，我虽然不在乎肖像权，但你们还是最好把骗子的脸打码处理一下，不然万一他找你们麻烦，轻则封号，重则赔偿。众人附和道，放心，我们只露陈经理你的脸。陈宇飞松了口气，他也不敢为了自己出名，就把张二毛的小弟曝光出去，让这些人给张二毛的小弟打上码，自己也就高枕无忧了。随即他又想起什么，连忙补充道，对了，你们谁发了，别忘了把链接发我看看就好。众人一看正主都同意了，那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于是大家干脆都把视频下载到手机里，然后上传短视频平台。不一会儿，多条短视频链接就发了过来。陈宇飞赶紧逐个去看，看谁的粉丝多，然后咬着牙用自己个人的钱，悄悄给粉丝最多的人发的这条视频投了5000块钱推广。在他看来，5000块钱虽然肉疼，但这是为了捧红自己，绝对值得。而且陈宇飞很会算计，他在投推广的时候，特地框定了推广范围，他只推金陵本地的用户。之所以只推本地用户，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5000块钱能够买到的流量并不算多，如果不框定范围，那这些流量怕是被分得太散。而自己现如今混的是金陵古玩圈，自然先想办法在金陵本地提高知名度，最好是能把自己包装成金陵本地的古玩大师，这样再慢慢渗透到全省，整个华夏东部地区，最后是全国范围。所以先让尽可能多的金陵本地用户看到自己，才是最划算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心思，就是如果宋氏集团的董事长宋婉婷看到这条视频，一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。
若是能让宋婉婷重视自己，那想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了。很快，那条被5000块钱加持的视频就在金陵本地火了起来，视频的播放量很快破万，紧接着在几分钟内就突破了5万次，评论几乎全是对陈雨菲的称赞，觉得这人专业水平确实过硬，骗子这么狡猾，竟然也被他一眼识破。陈雨菲把视频链接发给了张二毛，张二毛当着肖长坤的面打开视频开始播放。肖长坤不知道张二毛还有别的安全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二毛，这是什么？张二毛笑道：肖会长，您不是想让周良运身败名裂吗？我不好把他上当的视频发出去，但可以发一个对比视频，把他凸显得更傻逼啊。说着，他将手机递到肖长坤面前，道：您看，这视频一出，周良运肯定更没脸了。肖长坤看着画面中的艺人，惊讶道：这不是吉庆堂现在的那个陈经理吗？对，张二毛点头道：就是他。原本他的专业能力是肯定比不上周良运的，但是这么一操作，就会让人觉得周良运比他还要差得远。以后周良运店干不下去了，想在金陵找一家古玩店打工都没戏。肖长坤不够聪明，体会不到张二毛是一件事做出了2个人的人情，只觉得张二毛考虑的比自己还周全，比自己还阴险，便笑着说道：二毛啊二毛，还得是你啊。张二毛嘿嘿一笑，说道：肖会长，今儿个晚上周良运的名声就彻底废了，明儿个一早我估计他就得卷铺盖滚蛋，要是他硬着头皮非在这儿干，肯定也是赔钱的料，他手里最多还有10几20万，交了房租连毛都不剩，到时候绝对扛不下去。好好好，肖长坤得意的连连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我要去见见周良运，别这孙子今天晚上就受不了滚蛋了，那就没机会见他了。张二毛忙道：肖会长，您去见他，万一他猜出这件事跟您有关，那岂不是会记恨您？肖长坤眉毛一立，鄙夷地说道：我怕他，他都不是吉庆堂总经理了，我怕他，他刚打了眼，连裤衩子都赔进去了，我怕他，我肖长坤大小也是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他就是一个混不下去的老屌丝，我会怕他？说罢，肖长坤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冷哼道：我要去见他，就是要当面屌一屌他，他不是牛逼吗？这次我看他还牛不牛逼了。张二毛嘿嘿笑道：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，这种人就得当面屌他，狠狠地屌他。说罢，他连忙道：不过肖会长，一会儿啊，我就悄悄跟在您后面，万一他跟您动手，我就冲进去帮您一把，要是他不敢动手，您就尽情屌他就好了。妥。肖长坤也怕狭路相逢人家直接跟自己动手，自己这身板儿还真是够呛，能打得过谁？于是他大手一挥：走，我先去，你跟在我后面见机行事。茶楼里的叶晨眼见周良运应该是捡了大漏，心里便松了口气。老丈人想坑他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虽然叶晨猜测自己老丈人肯定赚了点钱，不会有什么实际损失，可以老丈人那个性格，一旦知道自己拱手给别人送去上千万的利润，估计能难受的几天吃不下饭。不过叶晨觉得这倒也是件好事，起码要让老丈人长长教训。别看他赚了20万，他肯定宁可不赚这20万，也不希望周良运赚得更多，所以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他长久的梦魇和心魔。至于张二毛，叶晨也打算找机会给他一点教训。这人聪明是真聪明，但一定要用在正道上，否则就必须找机会鞭打鞭打。就在叶晨放下心来，准备离开茶楼回家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楼下路口转角处，竟然是自己的老丈人肖长坤，一脸得意的迈步走来。而紧接着，张二毛也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肖长坤的身后。叶晨不禁暗忖，这是上门打脸来了，于是便又重新坐回了座位上，打算看个热闹。周良运此时正在店里给铜佛拍照，他知道一些世界各地古董藏家交流的网站，
打算把这尊铜佛发到华夏本土的网站上去，报一个相对市场价比较优惠的价格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立刻接手。这种网站一般来说都比较私密，运营方并不主动做任何大面积推广，全靠线下与高端玩家面对面邀请，很像高端俱乐部。不过这种俱乐部只在线上，只有段位和实力到一定段位之后，才会知道这种网站的存在。在这种网站上，大佬们会发布一些求购与出售的信息。很多时候，高端玩家之间互相一手藏品，喜欢低调进行，并不希望通过拍卖会，所以他们会通过这种渠道1对1进行联系，互相有了兴趣也会进行不公开的线下交易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藏品大家只知道有这件东西，但并不知道在谁的手上。周良运在这个网站上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，缴纳了1万元注册费用。网站采取不记名的形式，所以也十分安全。账号注册好之后，他便打算将铜佛的照片和信息发布上去，然后报价2000万。这个价格在他看来并不算高，如果这尊铜佛鎏金还在，其估值大概能在1亿左右，而现在鎏金没了，打3折也算是合理。自己在3折的基础上再降1000万、2000万的价格，应该说是非常划算了。而且北宋时期的铜佛本就很少，有时1年也出不来一件新的，真正想要的藏家甚至会愿意支付溢价，所以他相信只要东西发出去，今晚应该就能被人订走。就在他编写介绍的时候，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他抬起头向外一看，便见萧长坤正站在门外，透着玻璃窗向里面看。周良运自然是认得萧长坤的，当初为了把叶晨吸引到吉庆堂，他一直处心积虑接近萧长坤。现在看到萧长坤忽然出现在店门外，他立刻就想明白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此刻的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，暗忖原来那个人是萧长坤指使的。想到这，他放下手机，一边摇头一边笑着走到门前，将门打开。开了门，周良运看着门外一脸得意的萧长坤，礼貌地笑道：哎呀，原来是萧先生，好久不见。萧长坤鼻息间发出一声不屑的耻笑，咂着嘴道：哎呦，周经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咋没在微信上打个招呼？你有我微信啊。周良运拱了拱手，不好意思，萧先生，这次回来比较低调，谁都没有知会。萧长坤笑着说道：你这家伙这么低调，一心想着闷声发大财呢吧？周良运笑道：不敢不敢，我就是想回金陵做点小买卖，不敢奢望发什么大财。切！萧长坤撇撇嘴，用手指隔空点着周良运，感慨道：老周啊老周，你这个人不老实啊，明明刚捡了一个大漏，还跟我说什么不奢望发大财，你扯这个蛋，谁信呢？周良运微微一愣，随即笑着说道：哎呀，萧先生的信息这么灵通啊，我这刚收到东西，您这就听到风声了。说着，他有些谦逊地说道：我也是运气好，收了个挺好的东西。说实话，这完全是计划外的事情，我也没想到刚开业就能捡到漏。萧长坤鄙夷地说道：哎呦，你这梦还没醒呢。周良运诧异地问：萧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萧长坤讥讽道：快看看短视频网站吧，你在金陵古董圈都出了大名了，现在圈里人都送你一个外号，叫古玩街散财老头子，你周经理这回可真是牛了大逼了。